女孩明明已经发育成熟，却经常偷偷撩拨继父，知道男女有别，却常常惹得继父燥热难耐。面对女萝莉般的女儿，继父心里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。可自此之后，安娜非但不肯收敛，反而在母亲的注视下愈加放肆起来。看着草丛里凹凸有致的女孩，宛如油画一般，杰克瞬间沦陷。而此时注意到她炙热的目光时，女孩不仅没有害羞，甚至还冲着他微微一笑。这让原本只是想找个安静的环境写书的杰克，顿时心猿意马起来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初恋。而女孩身上洋溢着让杰克无法抗拒的气息，他时不时就会偷看她，甚至还会钻到她的衣柜里，闻着她衣服上残留的体香。而安妮也发现了他的关注，每天放学时都会请求母亲让杰克接自己回家。面对这一请求，杰克当即便欣然接受。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安妮直接当着他的面就开始换起衣服，这让瞬间就慌了神，急忙将车停在一旁。等安妮换上辣妹套装后，杰克才缓和好自己的情绪。回到家后，杰克便回到屋内开始写作，可不料安奈竟肆无忌惮地坐在了他的对面，一步步试探着眼前这个学富五车的教授。只见他缓缓走到杰克身边，直接坐在他的腿上，甚至还将口香糖直接按在本子上。杰克虽然有些紧张，但他还是强装着镇定。而此时安妮深情的回眸，彻底攻占了杰克的内心。Am I getting a zit? Huh? A pimple on my chin? Absolutely. 随后，安妮又给杰克展示起自己的绝技。可就在杰克准备靠近安妮之时，母亲从楼下走了上来，安妮吓得直接跑回了房间。而随着母亲越来越近，杰克慌张的赶忙撕下口香糖塞进嘴里。Is she keeping you up?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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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让他没想的是，安妮的行为却越来越嚣张，即使吃掉了早餐里的熏肉，杰克也毫不在意，只因为安妮的乖巧活泼，让他毫无抵抗力。就连众人在当着秋千聊天时，调皮的安妮也会夹在他们中间，刻意的触碰着杰克，甚至还会趁着母亲倒酒的间隙，将自己的牙套直接扔进杰克的酒杯里。而杰克也只好趁着安妮母亲不注意，偷偷的捞起来，然后赶紧塞进安妮的嘴里。看着安妮和杰克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很快母亲也发现了端倪，她愤怒地扔掉安妮怀里的洋娃娃，让她回屋睡觉。然而随着安妮的离去，杰克也无心留在此处。母亲也知道这不是个长久之计，于是便决定将安妮送去严格管理的夏令营，将二人彻底阻拦住。尽管安妮十分不情愿，但现在的她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，只能无奈地顺从母亲的决定。而杰克那紧张的心情无法言喻，只能默默地看着安妮离去。可安妮看到窗户前的杰克时，竟疯狂般地朝屋子里跑去。她奋不顾身地跳到杰克身上，表达着自己的爱意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心灵碰撞，这让杰克来不及有任何反应。看着安妮留下那迷人的微笑，他还是站在原地，回味着上一秒的温存。安妮走后，杰克整日的茶饭不思，每天靠着写日记来表达对安妮的思念，甚至还会跑到安妮的房间内，抱着她留有余香的衣服闻着。而母亲也察觉到了他的这些异常。这天，她偷偷地撬开了杰克的日记。The hazed woman. The fat cow. Get away from me! I'm leaving tonight. You will never see that miserable brat ever again. 面对女人的威胁，杰克很冷静地劝说着。他本想喝上一杯酒，平复下双方的情绪，可恰巧却接到警察的电话。就在刚刚，安妮的母亲在急行的路上不小心出来车祸。当杰克赶到时，她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杰克虽然表现得十分伤心，可当他回到家时，却直接就将信封直接烧掉，随后便急忙跑去安妮的夏令营。而不知情的安妮看到杰克后，也是十分的开心。可当他问到自己的母亲时，杰克却说母亲生病住院了，今晚先随便找个地方住一晚，明天就去医院看望母亲。天真的安妮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可当他们在旅馆解决住宿问题时，却被通告只有一间大床房了。但现在已经很晚，这附近也只有这一家酒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住下。而调皮的安妮此时却询问起杰克母亲是否知道此事。而杰克听到后一脸严肃地表示自己一定会安分守己。嘱咐好安妮后，杰克便自己走出屋外。可正当他来到酒店门口时，却发现那个神秘男人竟坐在那里，随后还自顾自地说着杰克的所作所为。杰克就像是被人扯掉了唯一的遮羞布，他急忙离开这里，免得再生事端。当他回到房间里时，安妮已经睡死过去，杰克这才小心翼翼地躺了下来。可睡梦中的安娜辗转反侧，杰克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夜。隔天，杰克并没有带安妮去医院看望母亲，而是决定和安妮周游世界。此时安妮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杰克也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了，这才将安妮母亲离世的消息说出。安妮心里精神支柱瞬间崩塌，眼前的黑暗让她看不清未来的路。涉世未深的她这才意识到，只有眼前这个男人才是她接下来活着的希望。从此之后，两人便开始了漫长的旅途。
日子过得也是非常惬意。看见杰克洗澡，他还会故意将开关拉向热水，烫得杰克大叫。事后还会调皮地对着玻璃留下深深的一吻。而安妮那活泼又开朗的性格，深得杰克的喜爱。她喜欢躺在后排吃着零食，用脚不停地触碰着杰克的脸，甚至还将所有东西砸向他的头。安妮的肆意玩闹也并不会让杰克生气，甚至还会像女儿一般的宠着他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心地走过一个个城市，每天住着只有一张床的酒店。杰克也如约地体会到了梦寐以求的快乐。可很快，安妮便厌倦了只有杰克的生活，她觉得自己就像只被圈养的金丝雀般。杰克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只好将安妮再次送回学校。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安妮在学校里不仅每天主动和其他男生一起游玩，甚至还和学校社团中的男生发生了关系，两人还商议好一起逃离这里。为此，安妮每天都会想尽办法从杰克这里索要零花钱。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杰克知晓，两人大吵一架。杰克一气之下还狠狠地打了安妮。Go ahead, murder me. Murder me like you murdered my mother. Sorry. Murder me like you murdered my mother. Stop that. 可这也让正处于叛逆期的安妮彻底爆发，她愤怒地朝着杰克狠狠踹打。即使杰克如何挽留，安妮还是不愿再面对他。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，在暴雨中穿行，单薄的衣衫已经忘记了侵蚀的冰冷，发烧的雨配合着眼泪的流淌。杰克只能在身后默地追赶着，直到在一家商铺门口发现了安妮的自行车，可却看到安妮正开心地打着电话，仿佛在密谋着什么。看到杰克慌张的模样，安妮直接告诉他 Baron, let's blow this joint. 但破碎的镜子再如何粘合，他也无法回归到最开始。为了缓解和安妮的关系，杰克特意制定了一条漫长的旅行。可就在此时，杰克发现身后有车在跟踪他们，他便让安妮记下车牌号，加速驶离了这里。好不容易刚刚甩开那辆车，杰克却发现安妮正和一个陌生男人相谈甚欢。他急忙跑过去查看，可那人早已离开了这里。他紧张地询问安妮此人是谁，而安妮却毫不在意，说那个人只是问路而已。杰克为了调查清楚此事，便让安妮拿出记下的车牌号码，可不料却被安妮故意谋乱。一气之下，他又狠狠地给了安妮一巴掌。受到委屈的安妮直接就跳下了车。杰克见状连忙上前追去，虽然安妮没有再继续弄下去，可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到酒店后，看安妮闷闷不乐的模样，杰克便表示去镇上给她买些水果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前脚刚走，安妮就变得衣冠不整。他愤恨地询问着安妮那个人是谁，可安妮却满脸不屑地看着他，甚至还大声嘲笑着他的无能。无奈之下，他便连夜带着安妮离开了这里。可经过这番折腾，也导致了安妮感染了风寒。杰克见状，急忙便带着安妮去医院检查，而此时的医生却告诉他，安妮并无大碍，留院观察一晚就可以出院了。杰克听闻，悬的这心也终于落下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酒店休息。可当第二天打电话询问安妮的病情时，护士却直接告诉他，安妮已经被他的一个叔叔接走了。杰克听到后，立马就慌了神，急忙跑到医院，质问医生究竟是谁带走了安妮。他愤怒地朝着医生大喊着，直到一群医生将他拉开，杰克才平复下来心情。他不知道没有安妮的日子该如何度过，所有的旅馆都成为了杰克的目标。他发了疯地寻找着安妮的下落。2年半的时间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国家，可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安妮的线索。直到这天，安妮给他寄来一封信，信上说他已经结婚了，但生活过得十分拮据，希望杰克可以资助给他一些钱。得知此事的杰克心如刀绞，可他还是强忍着心痛找到了安妮的住处。可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杰克不敢相信自己捧在手心的女孩竟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看着安妮挺着的大肚子，杰克犹如万箭穿心。看到安妮受到如此大的屈辱，他当即便以富有的财富作为条件，想将安妮再次捆绑在自己身边。可安妮已不再是当初单纯的女孩。If you refuse, you still get the money. Really? Yeah. Yeah, have it. 看着眼前的巨款，安妮顿时开心不已。她下意识想要亲吻杰克，可杰克却直接拒绝。I'll die if you touch me. 说罢，杰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恍惚间，他看到了初见时的安妮，而他也将悲痛转为愤怒。他找到了带走安妮的男人，拿着手枪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气。最终，杰克还是没能逃过警察的抓捕，而安妮最终也因难产而死。天真无邪与放纵情欲的较量，最终毫无悬念地闯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。爱本不是错，相遇也不是错，怪就怪那个本就残缺的心灵恰好碰到了一个荒诞的美丽。